各位朋友，俄乌战争已经近了尾声，是吧？那对于俄乌战争的这种预测呢，我们的老朋友都知道啊。我一开始呢就说呢，这个普京的国力呀，要拿下这个整个的乌克兰，他是没有这个能力的。他的这个攻势呢，只能是维持1年半最多。可是呢，我是高估了他了啊！他到了10个月的时候就已经攻不动了，他就已经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了。当时呢，在中国的国内有两种极端的声音啊，一种呢是以司马南为代表的啊极端的挺俄派啊，还有一些比司马南更这个极端的人，那就是那个属于说是俄粉了啊，那种死忠的俄粉，宁可中国不长草，也得让普京吃得饱。中国呢，就该无偿的出兵帮助俄罗斯，因为俄罗斯一完的话呢，就这个美国就到了中国的边上来了，就他们就这个看法。在中国呢，极端的这种言论呢是不允许的，所以呢，像司马南先生呢就禁言了1年啊，这个现在呢几个月了已经，是不是？还有一种是什么呢？是那种拿钱的那种公知。你比如说在复旦大学原来有一个叫这个中俄国际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叫冯玉军的，他呢就是极端的乌贼啊！我不是曾经有一句名言嘛，是吧？我说支持俄罗斯的不一定是爱国者，有一些是爱国贼啊。那么支持乌克兰的那一定是100%的反贼了。所以这个冯玉军呢就曾经写文章在英国的经济学人上说那个乌克兰必胜当时大家还记得这个事儿吧？说这样的话不是别人，而是俄罗斯问题专家复旦大学冯玉军教授。如果是别人说这个话可能不值一驳，但是这位专门研究俄罗斯问题的专家发表这样的文章，只能说这个事情值得我们细细审视了。我们先简单的说一下冯教授的几个观点。第一，冯教授认为，现在的乌克兰在北约的支持下，有更加高效的指挥系统，情报上面会有更多大的优势，而且俄罗斯产业空心化严重，根本做不到速战速决。第二个重要点是，冯教授认为，乌克兰的团结和国际普遍支持，而俄罗斯内部问题较多，很难长时间作战。最后，冯教授还预测，俄乌战争将加速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改革。下面就从第一条来分析一下问题。首先，确实俄罗斯没有做到速战速决，确实也和俄罗斯自身实力有关。在大部分专家眼中，只要俄罗斯做不到速战速决，越拖就会越被动，不能说没有道理。从法国就能看出一些端倪。在开战之初，马克龙可是妥妥的绥靖派的代表，现在已经变成3天2头跑出来说要派兵去乌克兰前线了。然后原本中立的瑞典、芬兰都纷纷加入了北约。就昨天凌晨2时，美国会众议院以311票赞成、112票反对、1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对乌克兰610亿美元的援助法案。其实这一切都是因为俄罗斯没有办法速战速决所导致的结果。如果当初迅速取胜，可能都不会这么被动。未来可以预见的就是欧洲的援助必然也会跟上。美国特朗普上台就真的会放普京一马吗？可能也未必。俄罗斯确实是困难重重。至于冯教授说的第二点，也不是没有道理。4月11日，乌克兰最高拉达以近乎全票通过了征兵法案，可见司机没有我们想象的不得人心，乌克兰依然还能坚持很久。而俄罗斯那边，我们也没有听说过在俄罗斯占领的几个州有大规模反抗俄罗斯统治的事发生。但是俄罗斯内部在战争期间确实发生过多次示威游行，以经马格纳的叛乱事件。我认为俄罗斯有点小问题，只要普京在这些问题都不大。至于第3点，我就懒得反驳了，参考最近美国对巴勒斯坦建国的反对票。最后总结一下冯教授的一些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他诡异的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没错，就是中国的存在，可以让西方的诸多计划全都大打折扣。冯教授这样的一位专业级教授，当然知道我们在其中的重要作用，闭口不提，当然必定是有诸多原因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问题了。冯教授，冯玉军，中国籍，在复旦是有编制的体制内教授，目前最权威的俄罗斯问题专家，
简单看看他的简介，曾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俄罗斯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院学术委员，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中俄友协常务理事。这个地位和身份，在《经济学人》杂志发表英文文章，俄罗斯必败是不是想要传递一些什么东西呢？对于美国以及欧盟研究东方神秘大国问题的专家是肯定接收到了的，也许这就是对最近美国、北约以及欧盟密集指责的一种回应。这位冯所长就是因为这篇文章在中国掀起了轩然大波啊，司马南为代表的批评他。司马南说，我非常坦率地说啊，复旦大学的教授冯玉军逢俄必反，这不过是一份政治投名状，为了反俄一头撞死在乌克兰必胜的石碑上，跑到经济学人杂志上发文章。我觉得他没有学者水平，不像个学者啊，对中国与俄罗斯的政策没有任何的影响啊，是吧？那这个司马南就强烈的批评他啊。这个冯玉军呢也是身败名裂啊，因为这事儿呢，这个所长的职位也丢了，也不得不灰溜溜的离开了复旦，去哪儿了呢？去了北京大学当历史系的教授去了啊。那位说啊，那个复旦公知多，那北大那就是公知窝子呀，果然呐，臭味相投啊。连这个蔡正元先生都看不下去了，说这家伙就是一拿钱的公知。我也不得不说啊，大陆上有很多的学者公知们都喜欢这个不顾客观事实哈，讲一些有的没有。比如刚才我们谈到陆学者，那我认识啊，就冯玉军啊，他就是拿经济学人的稿费写一些美国人喜欢看的啊，那就狗屁不通，对不对？比如举个例子，我们刚才谈说这个现代战争是工业力量指挥控制通信系统的结果，废话谁不知道？这基本常识啊。哎呀，冯玉军确实是狗屁不通，但是呢，他在那个北京大学继续放狗屁呀，你也堵不住他的嘴呀。大家都知道乌克兰现在的情况，现实的情况已经是丧权辱国呀，然后那个矿产协议不得不签，有的网友给算了笔账，说乌克兰现在的这个付出的这个5000亿美元的这个赔款，相当于当初大清末年的时候慈禧太后的庚子赔款的97倍。好吧，这就是乌克兰。但是呢冯玉军依然在北大放狗屁，虽然不通，人家也放。冯玉军在2月24号又发表了一篇文章，大炮没有在乌克兰得到的，嘴炮同样得不到啊。说呢，冯玉军老师在复旦任教时就住在我隔壁的小区，去年他已经离开了复旦，到北大历史系任教。我们一起举杯诅咒毒夫和为乌克兰人民祈福的时光如在昨日。其实冯老师今天的朋友圈感谢他授权在我这里刊发，你看了没？这都是反贼公知的口吻啊，就是扎堆嘛对吧？公知扎堆嘛。说俄乌战争爆发整整3年了，世界呈现出一幅三体折叠式的复杂的场景。现实时空中，俄乌战场高度焦灼，俄方的闪电战已成为笑柄，骑虎难下，进退维谷。乌克兰人浴血奋战，不屈不挠，依然挺立。俄方在乌东的攻势已经是强弩之末，进展微弱，损失惨重。哎呀，冯玉军这个狗屁放了3年了，还没觉得臭呢。乌军突入库尔斯克已达半年之久，让俄国人如鲠在喉。国际的政治棋盘上，美国在俄乌战争上的政策全盘翻转，川普团队的无知、无耻、暴露无遗。那位说这公知为什么骂上美国了呀？因为川普不给他狗粮啊，断了他的狗粮了啊！他们不仅把战争的责任归咎于乌克兰，还抛开基辅，直接与莫斯科媾和，试图迫使乌克兰向侵略者让步，甚至干涉乌克兰的内政，要求提前举行总统大选。川普当局的所作所为无疑都加剧了乌克兰战争的不确定性，给不久前已经走投无路的克宫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惊喜。我日，普京感情已经走投无路了啊！
在全球的舆论空间，各种信息观点泥沙俱下，真假难辨，各路信息战、心理战、认知战如火如荼。尽管环球同此凉热，但不同的人群价值观严重分化，立场针锋相对，无法达成共识。川普的倒行逆施让社会达尔文主义者难掩兴奋之情，因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总是认为弱肉定被强食，强权压过公理。但这些人高兴的太早了，确实美国的转向无疑将给乌克兰和欧洲带来巨大的困难，但苦战了3年的乌克兰会屈服于川普的压力吗？已经强烈感受到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欧洲会放弃对乌克兰的支持吗？我看不会。可以确定的是，俄国3年来用大炮没有办法在乌克兰得到的，川普用嘴炮同样得不到。我们看到，尽管泽连斯基及其团队在努力与川普团队寻求共识，避免惹怒他们，但核心问题上丝毫没有让步。我们也看到，今天的欧洲也不是当年的张伯伦时代的一盘散沙了。目前英国已经接手了援乌机制，欧洲的国家正在给予乌克兰更多的支持。可以说，乌克兰人退无可退的抵抗意志，乌克兰军队在血与火中锻炼出了战斗能力。欧洲的综合实力以及相互间的团结将为维护欧洲的安全的核心支柱。试图出卖乌克兰并向俄国绥靖的川普及其拥趸们很快就会被回旋镖击中，遭受严重的反噬。现在对川普奉若神明的人也许忘记了，他们这些年一直在宣扬美国衰落，但现在他们又认为川普可以让美国无所不能。他们在这急剧的反转之间没有丝毫的违和感，因为他们的判断是建立在情绪而不是逻辑、理性与良知之上的。哎呀，这个冯老师是真不要脸啊！你有丝毫的逻辑与理性和良知吗？如果说美国的衰落1月20号川普上台才是他真正的开始，俄国正在为川普带来的喘息之机而暗自窃喜，但这并不能解决他所面临的根本问题。俄国传统的战略文化、与生俱来的不安全感、对外部世界的强烈敌视、对掠夺领土的无限渴望、寻求势力范围的地缘政治冲动，以及东正教的弥赛亚思想等，至今仍然强烈的影响他的世界观和对外的行为啊。因此，如果俄乌战争不能以公正和平的方式得到结束，而是以暂时冻结，那么俄国对于外部世界的敌视会进一步的发酵。也许过不了不久，当他积蓄了一定的力量，会对外部世界同时也给俄国带来更大的挑战与威胁。受伤的熊更加危险，俄国的影响力来源于它的破坏力。今后俄国的核心实力已不再是军事，而是它的混合战争能力和重蛊下毒的高超手法。10几年来，他打着所谓的保守主义的大旗，不仅借助甚至是激化美国社会的撕裂，2次把川普送进白宫，还继续在欧洲与其他部分地方培植和收获他的拥趸。这再次验证了恩格斯的名言呐，沙皇政府每次掠夺领土使用暴力进行压迫，都是拿开明自由主义解放各族人民为幌子，而天真幼稚的西欧自由党人都相信这一点，就像同样幼稚的保守党人对于官方俄国同时反复说的那些关于保守的正统主义、保持秩序、宗教、欧洲的军事以及关于条约的神圣空话也深信不疑一样啊。好吧，引用了恩格斯的话，同样也不能小视川普的危害，不能只把他视为唯利是图的商人。川普的商业帝国离不开俄国资本的倾力扶持，他的思想观念形成离不开俄国的深层政府的长期塑造。他不是一个单纯的商人，而是俄国经营了几十年的一笔战略的投资。如今他已经成了一名远超主人预期的代理人。我操，这他妈的北大的教授、历史学的教授毫无证据的指责美国总统是俄国间谍，北大学术氛围就这样啊！川普的政治理念是集工业贸易上的重商主义、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和专制主义、社会文化领域的民粹主义、对外政策上的帝国主义、行事风格上的流氓作风的大杂烩。他散发出的怪味吸引了各种苍蝇，获得了美国和世界多地的不少拥趸，也因此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当前世界正面临一个危险的边缘，川普在俄乌战争的问题上要搞绥靖，跨大西洋同盟体系出现巨大的裂痕，关税战将
将重创全球的贸易投资体系在川普的冲击波之下，世界走向何方还不得而知。尽管当前的世界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但要看到美国并非川普一个人的美国，世界也不仅仅是美国的世界，未来的世界取决于地球上的每个人。重要的不仅是外部世界的变化，而是每个人心中的信念和向往。只有正义的和平才是持久的和平啊！你看北大收的这些玩意儿吧，哎呀，这个说实在的，中国的高校里边啊，这样狗屁不通的教授啊，在课堂之上依旧在向中国的青年人在放着毒啊！川普断了他的狗粮，他怀恨在心了。没有狗粮，但是呢，人家是，那叫什么呀？自带干粮的公知依然在大学的讲堂之上放着臭气。没办法啊，点个订阅吧，咱们下期再聊。